你们自己就不存在了，就进入角色了，拥有了新的心灵。你们现在要看一下纸质的剧本吗？还是怎么着？还是咱们一起？所有的提示部分都要读，然后没有的角色的人，咱们互相记，对，带一下啊，就是你们几个。然后我们可以不用带任何情感，就是读它里面的内容意思读清楚就好，好吧？好，花有倾向，一来是因为觉得盛少有可爱，二来则是认为他的前任都一般，毫无竞争力。品味真差。常与秘书恭敬的附和。据说盛总从来不谈感，您看到的这些前任，沈门郎和花勇两人脸对脸，距离很近，非常暧昧。高途重重的咳嗽了一声，沈门郎听到咳嗽，看向门口。沈门郎转过头，看见盛少游一行人，请进，有失远迎。花勇转头看到门口这么多人，又害怕又羞耻。高途在浴室洗澡，水雾盖住了整个浴室玻璃，水声哗哗，只能隐约看到有人影。高途闭着眼睛，花洒的水从脸上滑落。高途冲澡时，水珠划过他的腹肌。当然有啊，开玩笑呢，闹呢。小高读谁？1杠20。小高途你读呀，还能学？你读谁呀？你读你爸或者你妈也行。小高途吧，可以。他爸让那个不行，我来，不行，我来。你高明，你读他妈妈，顶尖还是旁白啊？高途老家，高途父母抢夺一个女士单肩包，钱呢？你读这个准啊？你这一下这么准呢？有点本色。你把我翻本的钱藏哪去了？高途妈妈捂着包不肯松手。什么钱？家里所有钱都被你偷光了，输光了，哪里还有钱？高明更用力的抢包。怎么会没钱？你把包给我，把包给我。高途从来没读得这么好过。舒适区。高途妈妈抢不过他，被他推倒在地。小高途出来保护妈妈，妈妈抱着小高途。高明急吼吼的打开包，发现真的没有钱。没钱你就去卖，你是欧米伽。这个表演欲，这个你别读的太好了，要不然你掉了，不然你就把掉在你演高明这个角色掉了。可以客串。我已经分化了，我不是北。高途的妈妈哭着捂着高途的嘴，小兔子乖，你没有分化，你就是悲惨，你是得了哮喘的悲惨。母亲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支剂喷雾给高途喷，又给他塞了一大包止痛剂药片，哭着叮嘱他：小兔子，你才刚分化成欧米伽不久，我妈妈得走了，有许多事妈妈没办法一一教你。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，绝不能让人知道你是欧米伽，就是西游系的抑制剂。妈妈已经把外包装都撕掉了，你用的时候记得告诉人家，这就是哮喘药，你一定要长期使用，千万不能让闻到你的性激素味，听到了吗？绝对不能让你那个爸爸发现你是欧米伽。高途懵懂的看着母亲，伸手替他擦眼泪。因为你爸爸，你等会儿，人家还有话呢，回事？你也找他我们其他这个语言就要往外冲啊！妈妈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爸爸是畜生。因为你爸爸是畜生。再来一遍。因为你爸爸是畜生，为了赌钱，他会卖老婆卖儿子，你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你是欧米伽，听到没有？你答应妈妈，你会守住这个秘密。说啊，你说啊！这妈脾气也不怎么样。妈妈，我会保守秘密，你不要哭，我是贝塔。妈妈，你别哭。母亲一下子抱住他，眼泪浸湿了他的 T 恤。我的小兔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记得你是贝塔，你是个贝塔。我是舒克。好，闪回结束。镜头扫过诊室门口挂着信息素科，诊室内医生看着高途的报口单，神情严肃。医生谁？医生，你行吗？高医生，高先生。欧米伽1号、欧米伽2号都凑了过来，坐在李国桥的身边。欧米伽1号端起酒杯，敬李国桥酒。欧米伽1号，国桥哥，谢谢你。我发现了，文敬你一杯。适合演主。就等
对，你什么像高明这种人物和这种风味团我感觉你都手拿把枪，如鱼得水。欧米伽1号，谢谢我江哥，这么开心。你就是少友哥嘛，老听博乔哥提起你，只知道少友哥年轻有为，没想到本人这么帅。李博乔左拥右抱，问对面的单少友。舍友，你今天打算一个人回家？你不考虑带个可心的小家伙走？我很大方的，可以让你先挑。单少友神情冷淡，显然看不上欢场的莺莺燕燕。出品，你自个儿留着。李博乔左拥右抱，非常开心，不赞同的对单少友说：“有洁癖的家伙就是麻烦，在夜场认识个欧米伽做伴侣，能要你的命啊！”单少友偏头皱眉看了一眼李博乔，特写花友抓住单少友的手臂，特写花友那种求人的眼神，申先生，救救我！特写单少友略带惊讶的表情。OK。然后我们有提到这个信息素的抑制剂有几种？药片、注射、贴，好像脑袋过一遍3种。还有一个，跟你说，还有一种，高图，你一直用的是什么？我用的注射。你从小用的是什么？哦，喷雾。你不能用哪个？我不能用注射和药，我不能吃止痛药，我不能用喷雾。你不能用贴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能用这个贴？我不能，为什么不能用贴？因为我用的时间太少了。你自己去找吧，都在剧本里。药效不够吗？不是。其实这个我们都有用到啊，应该是你们多多少少就虽然是4种，但是你想你们会用哪一种？你的角色是用的是哪一种？然后它的时效是多少？我知道了。这个是需要我们首先基本先要了解的。我知道了。因为贴太明显了，我要装贝塔，所以我只能喷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它每一个就是哪一个有副作用，哪个副作用最大？注射最大。这都是你们应该知道的问题啊。我看原著的时候，小说的时候，就是自己在家看的时候，看到这种桥段，我就会立刻扔掉手机了。我因为太对肉麻，因为。欢友拿起水果插了一块水果，递到身上有嘴唇。你要给他充电了。身上有全神贯注的看电脑，手上不停打字回信息。花友见身上有没回应，继续举着水果等待。花友在等了2秒之后，见身上有没反应，正准备拿开身上有片头过去吃，没吃到哈密瓜停在空中，意见要有暧昧。花友看向身上有的眼睛，身上有坐直了身子，眼神有些暧昧的打量花友的眼神，紧合嘴唇。花友眼神往下移向单少友的喉结处，单少友张嘴含住水果，单少友右手叫花友瞪向自己，含着水果亲到花友的嘴唇。花友左手拿着水果插落地，右手环住单少友的脖子，瞪住单少友。花友读出来呀！你干什么？花友你在兴奋什么？自己在那开始别拿着。花友瞪住单少友的同时，头慢慢低下，平复呼吸。单少友烦躁的坐直身子。你每天下班回家身上都沾着什么了？怎么到我这儿就碰了？脸色变白，咬牙屈辱。到我这儿就碰了碰。我是他的秘书，接触比较久，留气味是难免的。如果你介意，我以后一回家就会洗澡，但你不要说的我好像。好了，我也没说你不可以有什么。但是干嘛每次都不能让我碰？花友有种很难以启齿，两人在被逼无奈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说出真相。盛先生，我有性激素紊乱症，还在治疗期间，医生说禁止亲密行为，除非除非什么？除非什么？没什么。单少友一下站起来，怎么可能没什么？花友，我要听实话。除非您愿意永久标记我，我只能跟愿意永久标记我的疗法。单少友冷笑了一声，花友意识到单少友的拒绝，低下头自嘲地笑一笑。
永久标记意味着永远独占配偶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是花友看起来非常难过，身上有气消了，反而有些心生怜悯。花友站起来，缓缓靠近盛少游，抱着盛少游，把脸埋到盛少游的颈窝。盛先生，我没有那么贪心，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，真的。盛少游圈住花友的肩，轻轻拍着花友的背，轻声安慰。行了，不做就不做，别想那么多。行了，不做就不做，别想死。先生，你脸色好差。盛少游闻了闻花友身上的香气，舒服了一点，但又想要更多。味儿好香。盛先生，你不舒服，要不要去床上躺一躺？盛少游抱住眼前的小兰花，嘴唇靠着兰花味的脖子，灼热的呼吸喷吐在她的耳后。好难受。花友低低的笑了，轻轻抱住盛少游，抚摸他的背。我知道，我扶你去床上躺，好吧？花友搀扶盛少游回到卧室，帮他脱下了外套。花友努力帮盛少游解开衬衣的前2颗扣子。盛少游牢牢地抱着花友，贴着花友，以感其寻求安抚的本能。好难受。盛先生，松开手，你叫我怎么帮你脱衣服？不放，我不要脱衣服，我需要这么睡。盛少游把花友带倒在床上。不脱衣服你怎么睡？你这样睡会不舒服。花友试图挣脱，但又害怕弄伤盛少游，只能随他缠着。我不快乐，哎呦，我好难受，我这么难受，你一点都不心疼吗？花友被他缠得没办法，只能安抚他。心疼，当然心疼。盛先生，你先躺好。花友任由盛少游抱着一起躺在床上。花友手腕上的兰花发出光芒，盛少游的手腕上的橘色光芒慢慢微弱下去。盛少游在花友的安抚下逐渐入睡。花友拢了拢盛少游的碎发，满意的看着睡着了的盛少游。花友稍弓，神态要和之前有区别。喜欢我拿的不是轻松吗？盛少游睡着了，脸客气。花友凑过去用嘴唇贴了贴他的脸。晚安，盛先生，要做个好梦。我看看老师的表情。没事。咋说嘛？我可好害羞啊！哪让身体不适了，我们调整。没有，没有，挺好。你要真让他不适了，你们就对了。还没让他不适呢。啊。他倒不是不适，他不适是觉得你们不适。觉得还不够。我觉得花友说话还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在一对不对。不然你呵护的那个东西。首先你要知道易感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你的易感期是啥样，难不难受？给你弄着锁链呢。首先你要对易感期有一个感受，它肯定是真难受，它不是假难受，对吧？然后另外一个，他这易感期。他见着那个其他人，他是什么状态？他烦躁，对吧？哎，盛少游，你易感期，你见到其他人是什么？烦躁。啊，你见到他是什么？觉得会很有安全感。你要他，你要跟他，明白吗？知道吗？剧本里有写。易感期是要寻求安抚的本能，这叫什么？他需要，需要，生理。你的需求，你还就叫寻偶症啊！你要另一半，为啥你以前让那个舒心都陪着你了，没度过？就是有需求，就这么简单。说不能再来了吧？而且他这应该会虚弱吗？对，我现在就要跟你讨论这个。还是说他是虚弱吗？身体倍儿有劲儿，只不过需要。这是咱们这个世界观设定下的你们每一个身体发病时候的一个特征。就你吃的有点那意思啊。对啊。对啊。你见着他你就想得到他呀。那就不是得到他，然后需求他。其实这一段戏就俩人就，哎呦，缠绵呐。
我又需要你，我要你。我说，哎，别，你把衣服脱了啊，你乖，怎么样啊？好。对啊。他这个词儿写的还段子，就是很。然后其实对于花勇来说，他这么弄你，缠着你，蛮开心的，对不对呀？那肯定啊。是不是啊？然后你看他也难受，但是我现在还没到那个啥的时候跟你哈，我还得那慢慢来哈，说然后咔释放信息素，喜欢我的味道吗？真可爱。见到他专属你的那个人，你会非常非常想得到他，心理、生理各方面的需求。我最讨厌以多欺少，何况你一个阿尔法，居然带着贝塔一起欺负欧米伽，还是这么漂亮的欧米伽，也太美了。小身上有手腕上的木器突然发出更亮的橘色光芒。你是S 级的阿尔法？那咱们快跑吧 ！S 级的阿尔法随便动动手指都能弄死我们。好。小阿尔法和贝塔落荒而逃，身上游看到小花勇还站着不动，小身上游坐下，冲着小花勇抬了抬下巴。过来。小花勇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顺从的朝着身上游走过来。小花勇坐在小身上游身边，小身上游放下书，小身上游抬手一把捂住小花勇的腺体，凑到小花勇耳边说：“导演，你理解。”小花勇变得更热了，脸变红，心跳声加重。身上游环抱着小花勇，释放着安抚信息素。两只纸老虎已经被我吓走，你别怕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给你一点安抚信息素，你会好受一些。身上游轻拍小花勇背部，安抚小花勇。别怕，安心等待一会儿就好。上少游凑近闻了闻花勇，没闻到信息素的味道，有些惊讶。没有信息素味道，你不是欧米伽，是贝塔。上少游拉开自己和小花勇的距离。这么漂亮的贝塔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安抚信息素对你来说应该没什么用。不是，我不是贝塔，我只是还没有分化。哦，怪不得我不到齐。不过我就快要分化了。上少游站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灰晓，转身离开。我该走了。小花勇立刻抓住他的衣角。身上有。什么事？有事吗？小花勇摸了摸身上，没带手机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拿个东西，马上回来。哦。所有提示的部分不读，但是咱们得，得做出来。好吧，包括你靠近呀、什么堵呀、什么的，好不好？来，闪了花秘书，是我高图。花秘书。这是周一这张本子。真是辛苦你了，这特殊时期你还特地跑一趟。不客气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祝二位周末愉快。先叫，再动。对，叫完再动。高秘书这么着急？别着急，说话。是要回发热期的办理吗？是。抱歉，师兄，突然请假，挺麻烦的。不动，你这个稍微说完话再说，跟这没关系，这事儿没什么麻烦的。秘书组那么多人，缺你一个，天塌不下来。好，很好啊。别着急。请问沈总还有什么吩咐？下周一来的时候，他这个退对你们刺激吗？他这个会对你有很大一个刺激啊，不是没刺激啊，他现在下意识在抗拒你，对不对？在你的判断当中，他在躲你，对吧？你为什么刚才那么着急？是因为心理的那个东西。你想要确认一下，因为你之前不是听说了他陪这个欧米伽吗？但是
有可能这之前你不知道，所以呢，你看见他本人了，请假以后你看见他本人，你得问呐，确认清楚了，你是不是要回去着急陪你那个发热欧米伽呀？啊，是。然后说耽误工作了，我跟你说跟工作没关系，我们组那么多人，缺你一个，他偏塌不下来。花秘书，沈总，花秘书，这个是注意力不要害不要隐私的。真是辛苦你了，这么敏感的时候还要你帮他。不客气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祝二位周末愉快。等等，高秘书这么着急回去，是要陪发热期的班子吗？是。抱歉，沈总，突然请假给您添麻烦了。没什么麻烦。秘书组那么多人，缺你一个，天塌不下来。是。沈总，还有什么吩咐？下周一来的时候，记得把身上的欧米伽气味洗掉。最讨厌欧米伽，臭死！抱歉。你拿我手机干什么？快还给我！等一下，我再看看盛先生的朋友圈。一共就那几条朋友圈，你看了快100遍了，快把手机还给我！哎，别那么小气。我小气？我看你是有病才对吧？一大清早就让我来帮你搬家，搬到这种鸟不拉屎的破地方。好多了。痛吗？我觉得还好。还好吗？那你邀请盛上游来这和你一起住啊？怎么突然火气这么大？你吃错药了？你才吃错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刚刚为什么要那样说高秘书？他身上的鼠尾草味道很好闻啊，哪里臭？虽然没有花香跟果香那么甜美，但也还不错啊。你为什么要说人家？我说臭就臭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搬家搬好了吗？手机还我，我先走了。脾气这么差，小心没有人喜欢。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，我又不是你，我不需要谁喜欢。好一些。好一些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怎么是你？这是我办公室新来的秘书助理花友，你看看啊。他说怎么是你？你看看，这谁呀？你不认识他呀？你怎么不认识他呀？对哦。啊！再一次。开始。怎么是你？这是我办公室新来的秘书助理花友，怎么，盛总认识？是啊，我一直想要结识文郎总，早知道这位就是沈总的秘书，我当时就应该问花秘书要个联系方式，还免得麻烦女生牵线。花友，你好大的本事啊！居然早就认识我们大名鼎鼎的邵游总。当初你要是在求职简历上写上认识盛况生物邵游总这一项，我们集团哪能叫你纡尊降贵的来当个秘书助理？沈总，盛放生物在我们的竞业协议里是排他项，但凡认识盛放相关的任何人，都需要提前报备的。我真的不认识盛先生，我没有刻意隐瞒。你这块不是害怕，你是在这写着就不明白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我真的不认识这位就不明白咋回事？真的不认识这位盛先生，我不认识，我没有刻意隐瞒。哦，确实算得上认识，只是在核磁医院见过。花秘书没有注意到，在楼梯拐角撞到。啊，是你。那天不好意思撞到你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昨晚我去医院看我妹妹，不小心撞到了盛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光嘴上说不好意思有什么用啊？去，给邵游总好好道歉。不必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
不必了，又不是大事。盛先生，你早了。早了，那天我是在医院见到盛先生，我是去看我妹妹的。那天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光嘴上说不好意思有什么用啊？去给盛总好好道个歉。说话不必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就会稍微慢了一点点节奏。我想等那个，就是可能我事先没给到他，因为他前面说那个的时候，他前面说那个，他就是认出我，才发现在想是你啊，然后他一认出我就想把视线转移，不想理他，是啊就不想给他脸色看。对啊我就一直，包括一直到文朗说话的时候，不好意思有什么用？去给售后就好了。其实我还真想让他道歉，就是你过来吧。然后，但是看他又很拧巴，因为我没想到道个歉这么难吗？结果就是我那天拧巴的时候，就是可能就有个让我感觉到拧巴的时候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你有一个调度啊这块啊，完了等过来的时候，刚一走到，他一走你就说话了，不必了。因为他的，你只要在他一落定，你就得说话。明白。盛先生，我是花勇，那天在医院真的非常抱歉。看都不看，有可能啊，看都不看。花面酒，来，名片我先帮盛总收着啊。少游啊，谢谢少游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此刻的心理是什么？你从哪不爽不悦？你一上来你就认出他了，我认识你。完了之后，后来才，哎呀，是你哈！哎，我想起来，不好意思，有用吗？没有。对吧？从这一刻就是，所以他后面为啥说你小气啊？你这就是耿耿于怀嘞。我们今天来玩一个速度非常快的游戏，叫做我画我猜啊。1. 百叶窗，2. 眼药水，3. 投影仪，4. 茶几，下5. 兰花，6. 吐司，7. 猫咪，8. 信息素，9. 打铃，10. 冰美式，11. 奶茶，12. 蛋糕，13. 西装，14. 耳机，15. 发胶，16. 雨伞，17. 小番茄，18. 鼠尾草，19. 杜家嘴，20. 镜子，21. 乒乓球，22. 沙发，23. 香水，24. 毛毯，25. 垂涎。OK， 结束，停笔，都听好了。停笔。啊，你不得先回答在那个展示吗？什么不是不能写字吗？你这不是字是吗？好过分啊！哎呀，大叔吧，那直接插出去。一书上达哦，方向是西装，对，17。好心好心态，番茄，对，7。好心。这么快想到3、2、1，猫，对，14。耳机2，眼药水，对看看， 10。什么东西？冰美式，对19。杜家嘴。他这个抢答没有经过你同意，刚冰美是我让他的。现在黄信号速度是有差别，21。乒乓球，对了跟老师好。 23。球球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它应该是3、2、1，茶几，错，香水，对，3。过了，投影仪，对你好像没有答对。 ，25。垂涎，我先说的。是黄金老师，我吧。